路上吃，到了营里记得托人带信回。我走了，地里的事别一个人扛，该请人就请人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刚来时那个什么都不会的苏荷了。天冷了，营里发的鞋子硬，穿这双软货。第一批红薯已经卖出去30%，剩下的入了窖，土豆也收完了，留了一半做种，另一半存着慢慢卖。嫂子，那咱们接下来干啥？翻地，趁着秋末冬初把冬小麦种下去，明年开春咱们就有2季收成了。嫂子，我明天就去找虎子，多叫几个人来帮忙翻地。行，工钱照旧，管一顿午饭。苏娘子，这冬麦种下去，真能挨过边关的冬天？边关冬天气温低，但只要赶在霜降前扎根，麦苗就能扛过去。等来年开春一化短，返青比春麦快得多。苏娘子，你看我们家那几亩地，也能照你这法子种冬麦不？能，只要你们愿意学，我教你们。不过有一点，地要翻得深，底肥要下足，不然苗若扛不过冬天。那底肥用啥？粪肥行不？行，最好是用沤过的牲畜粪，掺上草木灰和碎草，一起翻进土里。一个人种是种，全村人一起种也是种。边关这地方地多人穷，缺的就是一点能让大家信得过的法子。嫂子，今日来问冬麦的人都有10几家了。明日起把咱们剩下的那批红薯分出一半来，卖给愿意换种的人家，不要贵，按成本给就行。可是嫂子，那批种是留着自己明年用的。阿月，你要记住，地是种不完的。这世上最值钱的东西，不是攥在手里的种子，是被人念在心里的恩情。我记住了，嫂子。苏兰，有事儿？我做了一批发带和香囊，前2天拿到镇上卖了，挣了几百文。今日特地来，谢谢你。这是自家养的鸡下的蛋，你收下。我知道这点东西不算什么，但我真心实意的。上次你教我的配色和针法，我回去练了好几天，总算做出来能看的东西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鸡蛋收下。你做的那些发带，下次赶集要是卖不完，可以拿到我这里来，我帮你搭着卖。真的，你不怕我抢你生意？镇上那么大，一个摊子卖不完所有东西。你做的样式跟我不同，正好各卖各的。苏兰心头一酸，愧疚与暖意同时翻涌。苏荷，以前是我不对，往后我好好跟你学。哟，谁送来的？苏兰，她做了批饰品卖了钱，特意来谢我。他真心改过了，是不是真心？看以后就知道了。但今日这篮子鸡蛋确实是实打实的。行，人家递了台阶，咱们就接着。做人嘛，多一个朋友比多一个对头强。苏荷心中豁然开朗，满是安稳与认同。娘说的对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，根扎的深，这一片都活了。苏娘子，你这法子真神了！往年这时候地都冻硬了，谁想过还能种出苗来？原来让人吃饱饭，看到希望，是这样的感觉。荷儿，天凉，快喝碗姜汤暖暖身子。娘，我想着开春后把村东那片荒地再开上100亩。那100亩可是沙石地，种啥都不长。种红薯，红薯最不挑地，而且那一片离水源近，只要把沟渠挖通了，就能浇上水。你想好了就干，娘信你。嫂子，那片地开出来，我能跟着你去量地画图吗？当然能。
嫂子，这片地确实够大的，可是石头太多了，能种吗？表层是沙石，但底下是黄泥土，肥力不算差。只要把石头捡干净，再沤上几茬绿肥，2年之内就能变成良田。那咱们啥时候开始捡石头？我明天就叫人。不急，先量好地界，画好沟渠的走向，再把水源找清楚。阿俊，把锄头给我。嫂子，这下面是以前的水渠。不只是水渠，这底下可能有一条旧时的云水暗渠。这碑我小时候听老人提过，说是前朝修的水利工程，后来战乱毁了，人就渐渐忘了。我刚才顺着碑的方向往南探了10几尺，底下每隔一段就有松动的土层，应该是暗渠的走向。苏娘子，你的意思是这条暗渠还能用？只要把淤塞清掉，把坍塌的铺段补上，就能云水。村东这片荒地缺的就是水，只要有水，沙石地也能变成良田。嫂子，这底下是空的。真是暗渠，这么多年了，居然还在。水是活的，这条渠跟远处的那条河连着的，只要把2头疏通，水就能引过来。苏娘子，你带咱们干吧，你说怎么挖，咱们就怎么挖。暗考总共约2里长，淤撒段有5处，坍塌段有3处，工程不小，但好在不需要从头修，只要清淤和补壳就行。嫂子，那得多少人？多久能干完？按20个人算，每天干4个时辰，大约7、8天能清完淤。补漆慢一些，得请专门的泥瓦匠，大概要多花5、6天。人手的问题不用担心，村里那些壮拿力现在都信你，只要你招呼一声，人都来。倒是泥瓦匠，咱村没有。我知道，明日我去一趟镇上，找刘掌柜帮忙打听，他路子广，应该有熟识的匠人。嫂子，那咱们得准备工钱和饭食，这么多人干活，光管饭就是一笔开支。阿月说的对，这笔账你帮我算算，大概需要多少米粮和菜钱？阿和，你来了以后，这个家一天比一天像样子了。娘，也是你们信我。泥瓦匠我倒认识几个，不过边关这地方，手艺好的匠人都不便宜。工钱好说，只要手艺过硬。工期约10天，包吃住。苏娘子，我听说你又在村东荒地那边折腾了，这一回是要修水渠？是，那条暗渠修好了，村东上百亩荒地都能变成水浇地，明年红薯产量翻一番不成问题。苏娘子，你那片地要是真出了水，往后红薯的产量我能不能多拿1成？刘掌柜，您这算盘打得精啊！不过成，明年鲜薯可以多给您1成，但价格还按今年的走。拿着这个去找镇西头的孙石匠，他手下有7、8个徒弟，都是修渠的老手，就说是我介绍的。你找谁？孙师傅，是刘掌柜介绍来的，我想请您带人去修一条旧暗渠。刘掌柜的面子我给了，明日一早我带4个徒弟过去，你先领我看看渠口。砖是好的，砌法也规整，前朝的手艺不落，清了淤就能用。各位，咱们分3组，第1组跟着孙师傅清淤，第2组去河那边挖引水口，第3组跟我去捡石头平整田地，工钱日结，补饭管饱。就这苏娘子家的粥跟别处不一样，里头加了干菜和油渣，香，干活有劲儿。这条渠通了，水来了，地就活了。日子就像这渠水一样，只要肯挖，总能流到该去的地方。照这个进度，再干6天就能通水，
你这边云水口的土方挖的咋样了？已经挖了1/3，明天再加人手，应该能跟上你的进度。我在这边关修了30年的渠，头一回见到一个年轻媳妇儿带着全村人干这种活。胆子不大，日子就过不下去。通了，水通了！多少年了？苏娘子，这片地从今往后就不叫荒了。明年开春，这里全种上红薯，后年再轮一季麦子，地力就能养回来。今日累坏了吧？我瞧你在渠边站了一天，脚跟都没挪过。水通了，地活了，再累也值了。嫂子，明年真能种100亩红薯？不止，等那片地养好了，连着周边，起码能开出200亩来。阿和，你是咱们萧家的福星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急啥？烫着呢。这雪来得早，好在咱们的冬麦已经扎了根，不碍事。雪盖在麦苗上，反倒能保暖，明年开春返青更快。嫂子，开春以后，我想带着虎子去远一点的村子跑货。光在咱们附近几个村子卖，货走得慢。可以，但你们俩不能单独去，至少3个人结伴。边关不比内地，荒郊野外的路不好走，阿俊都有点亲戚。我知道，我正想叫上二牛家的柱子一起。阿月，开春后的账目会比现在多几倍，你忙不过来，我打算再从村里请一个识字的姑娘来帮你。好，嫂子你定就行。请问，此处可是萧百户长的家？是我。萧征他有什么消息？百户长命我把这个月军饷送回来，送回来还有一封家书，他一切安好，请嫂子放心。多谢。阿征说啥了？身体好不好？他说一切安好，还立了一个小功，长官赏了半户钱，一并捎回来了。说让我别太累，地里的活儿能包出去就包出去。这孩子自己在营里吃苦，还惦记着家里。等开春忙完，我再去看他一趟。这磨坊荒了快10年了，修起来得花不少钱。骨架还在，屋顶重新铺一遍，石磨换一副新的就能用。苏娘子，修这磨坊干啥？咱们村各家各户不都自己在石臼里春米磨面吗？自己春100斤粮食要花1整天，用磨坊2个时辰就够了，省下来的时间能多干多少地里的活？我算过了，修磨坊的料钱和工钱总共约8两银子，我愿意出1半，剩下的1半，村里每户出几10文凑起来，
往后磨坊用一次收2文钱的磨费，赚回来的钱归村上公用。苏娘子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咱们村的人总不能连这点胆子都没有。我带头出200文。这磨坊修好了，不光是萧家受益，全村人都能用。日子要一起过，才能过得长久。这石磨安好之后，先试磨1袋麦子，看转速和出粉细不细。放心，苏娘子，包在我身上。今日咱们村的磨坊落成，这是萧家苏娘子出钱出工带着咱们干起来的。来，大家敬苏娘子一碗。是大家一起出力之体才修起来的，我没做什么。往后磨坊的收益归村上公用，谁家修路，谁家有了急难，都能从这里支钱。嫂子，好香。是香的。地温上来了，再晾3日就可以下种。今年春种的红薯比去年多1倍。今年春种的红薯，大家辛苦这一季，秋收的时候咱们再好好庆一回。好。嫂子，种子备齐了。孙石匠说他抽空带徒弟过来，帮咱修田边的云水小渠，不要工钱。不要工钱？孙师傅说了为什么吗？他说你上回给的那顿红烧肉太好吃了，他徒弟们念叨了好几个月。那也不能让人白干活，给孙师傅和他徒弟1人1份腊肉和红薯干带走。苏姑娘又来帮忙呀！李伯，您慢点，别累着。苏娘子，你这地儿今年要是再丰收，可得请我喝顿大的。一言为定。娘，等等，这堆肥快要捂好了，现在加生水进去会坏了菌群。啥？菌群？就是沤肥里头那些看不见的小东西，它们帮着把草啊、粪啊变成养料。水加的不对，它们就不干活了。嫂子，你这些法子都是从哪儿学来的？看书看来的。以前在京城的时候，府上有些农书，我闲着没事翻过几本。嫂子真厉害，看书就能记住这么多。光靠传统的沤肥方法，地力恢复得太慢，得把堆肥的配比和发酵周期都优化一遍，才能赶上春耕的节奏。苏娘子，你这是做啥呢？这肥还有不同的施法。我想试试几种配比，看看哪样长出来的苗最壮，结薯最多。有了结果，我就把这法子告诉大伙儿。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头一回见人种地种得这么细致。苏娘子啊，你这地要是再不丰收，那老天爷都不答应。那就承您吉言了。老天保佑，今年这一季苗长得真好。嫂子，这苗比去年长得快吗？去年这时候没这么高。
今年底肥下的足，沟渠通了水，赏晴好，苗自然长得快。我要记在本子上，这是苏氏春种第一茬，长势喜人。去年这时候，我刚来边关不久，什么都不熟悉。今年这时候，这片地已经认得我了。苏娘子，你来瞧瞧我家这苗长得咋样？你家的地？我娘说今年种了红薯，秋天就能吃饱饭了。萧家，新到的花样，京校的花样，京城来的新款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有人来学样了，也是时候了。做久了总会有跟风的。嫂子，今日不到半日就已经卖了1两多了。这很正常。咱们的货走得快，主要是因为花色更新奇。我准备了一批夏款的薄纱发带，下一季再上。嫂子，这珠子是哪儿来的？上次去镇上的杂货铺淘的，不贵，但配上薄纱就显得精致了。嫂子，我觉得咱们这个摊子迟早能开到镇上的铺面里去。先把眼前的日子过稳了，再说以后的事儿。这位小娘子，你们这些花样都是自己想的，还是从哪儿进的货呀？自己做的，配色和针法都是自个儿琢磨出来的。哎呀，那可真了不得！你这发带的料子是在哪家铺子买的？这颜色怪好看的。镇东头那家布庄就有，你要是想做，去那儿看看就行。嫂子，你咋把布庄都告诉他了？他分明是来偷学的。告诉他布庄也没用，同样的料子，不同的人做出来就是不一样。颜色搭配、针脚松紧、花样布局，这些才是关键。他要是学得会，那是他的本事。别怕有人学，咱们只要一直往前走，别人就只能在后面追。嫂子，我刚才在后街碰到个货郎，他说每月跑好几个镇子，问咱们能不能带货去卖。他出价多少？他说比咱们摊上卖价低30%拿货，卖多卖少都他自己担着。可以谈，让他后天来家里，我跟他当面聊。苏娘子，我老周在这边关跑了10几年货了，各村各镇的路都熟。你这货做工好，样子新，要是交给我带出去卖，保准比搁在镇上走得快。老周叔，你要拿货可以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第一，每批货罚多少什么款式，都要在我这里登记画押。苏考娘子是个爽快人，如果熟货品有负30%，卖家损坏，交都不吃亏。这是我拟定的合作条件，您过目。好，就按姑娘说的办。这几款是目前走的最好的，您先拿这批去试，等卖完了回来再换新花色。苏娘子，我老周跑了这么多年货，头一回碰到像你这样把账做得清清楚楚的东家。往后有啥好货，记得先留给我。嫂子，今天那个老周拿了50件货，光30%货款就有450文，加上咱们今日在集市的收入，这一天就进账1两多了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等老周把货带到远处的镇子卖出去了，回头客会越来越多。嫂子，你说你咋懂这么多呢？又会种地，又会做生意，还会教人。不会的就学，学来的就是自己的。嫂子，大喜，百户长升了。升到什么了？百户长因上次剿匪有功，被提拔为副千务了。这是他的信，还有长官赏的20两银子。
阿和无期，见字如面。前月剿匪1役，我率本部30人夜袭贼巢，斩首7级，俘获12人，上封嘉奖，升富千户，月俸加2两，家中一切辛苦你了。待夏末轮休，我归家一趟，夫征手书。大哥当副千户了，大哥好厉害！副千户，那以后是不是管的人更多了？这孩子总算出息了。今晚加菜，把那只辣鸭子炖了，给阿珍庆功。哦、苏娘子，听说萧征升了凤户了，这可是咱们村几十年来头一个。副千户啊，那可是正经的军官了，往后萧家的日子可就更红火了。苏娘子，太适合了。他一路淡笑着回应乡邻的道贺，不多言语，连平日里常坐树下的老人也都对他以礼相待。你们2口子，一个在外头挣功名，一个在家里挣基业，绝配。都是托大家的福。黄昏暮色里，他又取出萧征的信，细细再看一遍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想大哥了？有点儿。他说夏末轮休回来，还得等好几个月呢。那到时候咱们给大哥准备一桌子好菜，把红薯干、腊肉、辣椒酱都备上，让他吃个够。好，到时候咱们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他。暮色渐沉，晚风裹着田间泥土的气息漫过院落与田野。苏娘子，这藤长得也太快了，这才几天没来，又爬出去老远。说明地肥水足，节气也对。咱们今年的红薯个头肯定比去年还大，再过40来天就能开挖了。这批红薯长得好，窖层一部分，剩下的做成薯粉和薯干，能卖到更远的地方去。这片地今年的长势不比你们老地差。全靠孙师傅帮我们把渠修得牢固，水稳了，苗才能长得好。是你们管理的好，我修了一辈子渠，没见过哪家把水用得这么精细的。什么时候放水，什么时候停，算得比钟还准。嫂子，你看，这得有4、5斤了吧？这龙虱的堆肥比例偏重磷钾，果然结薯更大。后几笼也按这个法子来。苏娘子，我种了一辈子地，头一回见这么大的红薯。今年地力养好了，明年还会更好。大家伙把这一季干完，咱们好好歇几天。去年刚种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打鼓呢，谁知道这东西这么能长。这东西最适合边关种了，耐旱耐贫瘠，只要有一把土，一点水就能活。阿和，你说咱们家这日子是不是越过越有盼头了？越过越有盼头了。嫂子，这薯粉真的能做成粉条？能，等浆晾干了，磨成粉，再揉成团，压成条，晒干之后就能存上大半年。吃的时候用开水一煮，比面条还筋道。苏娘子，这红薯粉条能卖多少钱？比白面便宜些，但比鲜薯值钱多了。而且这东西耐放，能卖到远的地方去。嫂子，咱们这个粉条做的比镇上卖的那些还好看。这批晒干了，先收起来，等老周下次来拿货，让他带一些去试试行情。从种薯到做粉，这红薯的每一寸都没浪费。日子也是一样，只要用心，哪一步都不会白走。苏娘子，你那批红薯粉条和薯干，我带到了临镇的集市上，半天就抢光了。这是货款，你数数。卖得这么好，那边的人怎么说？都说没见过这种吃食，拿回去煮了以后又滑又筋道，比面条好吃还便宜。好几个饭馆的掌柜当场就订了下一批的货。下一批的量可以加1倍，
但质量必须保证，宁愿少做也不能做差了。做砸了一回，再想挽回名声就难了。苏娘子，你放心，我跟那些掌柜说了，这粉条是萧家苏娘子亲手做的，保管真材实料。这几包是新做的红薯粉和薯干，你一并带去试试。卖的好了，咱们再商量长期供货的事。老周又拿货呀？萧家这东西好卖？好卖，那是相当好卖。我带去临镇的粉条，不到半天就抢光了。几个饭馆掌柜追着我问下一批啥时候有。老周，那萧家这粉条方子能外传不？那我可不知道。你们要想学，自个儿去问苏娘子。我老周只管拿货卖货。苏娘子，我们几个有个不情之请，听说你做的红薯粉条卖得很好，我们想能不能也学学这个手艺？你们想做粉条？不要你白教，我们愿意交学费，一人出几十文都行。不用交学费，手艺这东西交给大家了，大家都能多条活路。但有一个条件，做出来的粉条你们可以自己卖，但不能打萧家的招牌，各自凭各自的本事吃饭。那是自然，我们绝不会坏了你的名声。明日午后，愿意来的人都到后院草棚来，我教第一道工序。阿和，你把方子都交出去了，不怕往后生意被抢了？娘，这方子不是只有我会，就算我不教，过不了多久也会有人琢磨出来。与其让别人偷学去了拿来跟咱们作对，不如我大大方方交出去，让人家领我一份人情。你这孩子想得比我长远。做薯粉的第一步是把红薯洗净、切片、晒干，晒得太干不粘，晒不够干会发霉。第二步是洗粉，加清水反复揉洗。苏娘子，这个水要加多少？按10斤粉5斤水的比例来，不过具体还得看粉的干湿程度，做多了自然就能凭手感判断。嫂子，他们好多没记全，回去肯定忘。忘了自然会再来问。教手艺不是1天2天的事。苏荷姐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下来，编成册子呀。好主意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好嘞，我这就去拿笔墨纸要。歇会儿，喝口汤再写。红薯粉移粉工序，第一步切片晒干。写得很清楚，等写完了，拿去给村里识字的先生看看，请他帮忙润色一下用词，然后抄几份，留给村里的人借阅。到时候每人借阅都要登记，不能弄丢了。阿月姑娘，俺想借村里的册子抄抄。好呀，叔，规矩你晓得的，抄完可得按个手印儿。谢谢。怎样，当这个小管事累不累？不累，我觉得比数钱还有意思。红薯粉条，筋道爽滑，一碗只要3文钱，免费尝。哎呦，这东西好吃，比面条滑溜。你这粉条怎么卖的？干的5文1斤，买5斤送半斤。俊哥，咱们今日卖了多少钱？光是粉条就卖了1两多，加上旁边的饰品和薯干，今日少说进账2两。那咱们以后是不是隔几天就能来卖一回？嫂子说了，只要货供得上，隔5天来一次都行。我回去就跟嫂子报喜。山家干了山野家高。这面墙要开2个大窗户，透光好，做活的时候看得清楚。
那边还得砌一个灶台，要够大，能支3口锅。娘，您这指挥起来比我还利索。那是，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盖房子都是我盯着工匠干的。你公公那时候在营里，顾不上家里。娘，这间工房建好了，以后做粉条、晒薯干、编饰品就都能放在一起了。咱们家这个院子是越来越像样了。嫂子，这里好亮堂，以后冬天在这里干活也不怕冷了。往后这间工房就是咱们萧家的根基了。种地做手艺跑货，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，在这里变成银子，再变成日子。嫂子，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，会种地，会算账，会教人。好，我等着。嫂子，这笼比上笼还多，一株结了10几颗。那就好，后几笼的堆肥也上的是一样的，应该都能稳产。萧家这一季收成，怕不是要把全村都比过去了。那是人家苏娘子有本事，你看她种地跟咱们种地就是不一样，什么时候下种，什么时候翻腾，什么时候收，人家心里都有一本账。今年的收成比我嫁过来那年好了不知多少倍。嫂子，今年咱们一共收了多少？连村东那片新地一起算，今年红薯总收成超过6万斤，土豆也收了将近2万斤。今日这顿饭是萧家请咱们全村的，今年萧家丰收了，咱们村儿也跟着沾了光。来，大家敬娘子一杯。这一年的收成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地是大家帮着种的，渠是大家帮着修的，磨坊是大家凑钱建的，萧家能有今天是全村人一起托起来的。嫂子，我吃撑了。谁让你吃了5碗粉条汤？阿和，你嫁到咱们家来辛苦了。娘，不辛苦，日子过好了就不觉得苦了。嫂子，百户长不，傅千户他在前几日的一次巡查中遇袭，左臂中了一箭，伤势已经处理过了，没有性命之忧，但短时间内无法握刀。长官让他回营休养，他想回家养伤。阿和，我左臂中箭，军医说箭伤无碍，但筋骨受损，需静养月余。营中嘈杂，不便养伤，我想回家住一阵，已递了折子，批了30日的伤假，3日后到家。多谢。谁来的信？阿征受伤了，左臂中箭，不过军医说没有大碍，他批了30日的伤假，后日就到家。伤得重不重？要不要紧？娘，信上说了，没有性命之忧，他回来咱们好好照顾他，养上1个月就好了。那我这就去把东屋收拾出来，被褥要晒，他爱吃的菜要多备一些。疼吗？不怎么疼了，军医说养1个月就好。回家吧，娘做了你爱吃的。好，回家。多吃点儿，营里的饭哪儿有家里的好？你瞧瞧你，脸上都没血色了。娘，我手伤了又不是嘴伤了，能自己夹。在家好好养着，地里的事由我和阿俊，你只管把伤养好。闲不住是不是？伤了手还削东西？右手又没伤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削个木簪给你。手艺还行吗？在营里闲的时候，跟一个老兵学的。他说削木头能静心。
你在营里那次遇袭凶险吗？夜巡的时候遇上几个流窜的匪徒，打了一架，对方人多，混战中挨了一剑，不凶险，就是运气差了点。以后小心些。阿和，我在营里常想起你种地的样子，想我种地做什么？想你弯着腰干活，裤腿沾着泥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，别人都怕晒怕脏，你从来不嫌。不种地吃什么？靠你那点军饷，全家可吃不饱。所以我得好好养伤，早点回去挣军饷。早点睡，明天还要换药。大哥，你咋来了？嫂子说你不能干重活。我又不干重活，就铲2垄地松松土，活动活动筋骨。不愧是营里出来的，单手干活都比咱们利索。萧征，你是不打算要这条胳膊了是吧？我就活动活动。要活动也行，但不许用铁锹了。明天开始，你帮我坐在田岗上看着帮工干活就行，算工钱计工时。就坐着。就坐着，管账也是干活。好，听你的，坐着管事。萧副千户，你这算账的本事也不赖嘛。家里有高人教过。萧先生这字写的真周正，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。怎么样，记得还行吧？记得不错，就是有几处的数字写的大了一些，浪费纸，下次挤一挤。知道了，下次改。你明日还去田埂上坐着？去，反正也不费力。看着大伙儿干活，我自己也觉得踏实。军医说，回了营再养半个月就能彻底好。回去以后别急着上阵，先把伤养利索了再说。我知道，上有长官盯着，下有兄弟们看着，我不会乱来。做好了，你带上试试。好看。到了营里，托人带个信回来。好，等伤彻底好了，我会争取多攒几天假，冬天再回来一趟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，别误了时辰。这麦子长得好啊，往年这时候地里的苗都蔫巴巴的，今年可精神多了。入冬前灌了一次透水，又覆了一层碎草保暖，苗就能扛过冬天最冷的那阵子。等来年开春化冻，返青就快了。苏娘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活了60多年，还是头一回在冬天看到咱们村的地里有这么绿的颜色。冬麦过冬靠的是根扎的深，人过日子也是一样，根扎稳了，再大的风雪也不怕。
苏娘子，我家那几亩冬麦也出得其上，跟你教的一模一样。比上次看又壮了不少，开春一定能大丰收。你说萧家这个媳妇儿到底是啥来头？咋啥都会？管他啥来头呢，人家教咱们种地、修渠、磨粉条，让咱们都能吃饱饭，这就是好来头。嫂子，你这画的是啥？明年的地，老地继续种红薯和冬麦。村东那片新地经过1年的水渠灌溉，地里已经养起来了。明年可以种1季春麦，再轮1季豆子养地。那明年咱们还扩地吗？不扩了，先把现有的地种精种细，等技术和人手都跟上了，再考虑往外扩。阿和，过年你打算给村里几家送年礼？我算了算，村里有6户人家今年日子还是紧，给每家送10斤红薯、5斤粉条、1块腊肉。虽说不贵重，但好歹能过个踏实年。你心善，是娘教的好。苏娘子，这咋好意思？过年了，一点心意，拿着给孩子们添几口好吃的。婆婆，这是我家嫂子给您送的年礼，有红薯、粉条，还有1块腊肉。好孩子，都是好孩子。嫂子，我发现送东西比收东西还让人高兴。送东西是把自己的福气分给别人一些，福气分出去了，自己心里反倒更满。那我以后也要多送东西给别人。走，回家吃饭。来，咱们一家人干一碗。今年是最好的一年，明年还要更好。好吃。你就知道吃肉。阿和，你说明年这时候咱们家会是什么样子？明年这时候，阿征应该能回来过年了。阿月的账本会更厚，阿俊跑货跑得更远，地里的收成会比今年再多一些。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就在想，你嫁到咱们家来，是不是老天爷觉得咱们萧家苦了太久，特意派你来帮咱们的？娘，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，老天爷只是给了个开头，后面的路都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萧家请来，过年好，快进来喝杯热茶。苏娘子，萧家嫂子新年大吉！今年萧家可是咱们村的榜样，明年还得靠你们带着大伙往前走。村长客气了，都是大家伙儿的功劳。明年咱们一起再把日子过好一点。唉，嫂子，我笑得脸都僵了。那是你笑得不够自然，你看嫂子笑了一上午都不带累的。那是因为我心里高兴，高兴的时候笑就不会累。嫂子说高兴的时候笑就不会累，记好了。今年我建议咱们村统一调一种植节奏，红薯、冬麦、春麦、豆子轮着种，既能养地，又能保证每季都有收成。苏娘子，这片地去年种的是红薯，今年种麦子能行吗？能行，红薯收了之后，地里的肥力还在，种麦子正好。轮种的好处就是不让地连坐，连坐久了病害多，产量降。那肥料怎么统一安排？欧肥的法子我已经写成册子了，各村各户按册子上写的来欧，到春耕的时候统一使用。如果有哪家肥料不够，可以到我家来匀。种子的选配、播种的密度和灌溉的时间节点。嫂子，你今天讲了好多东西，我记了满满3页纸呢。你记性不错，回去整理一下，抄一份清稿留着。嫂子，
你说大伙儿能都照你说的做吗？万一有人不听呢？总有愿意听的，也有不愿意的。咱们把愿意带好的人带起来，日子过得好了，不愿意的慢慢就会跟上来。少晴正好，今年这一犁下去，地算是活过来了。嫂子，这片地翻得比去年深了1寸多，根肯定扎得稳。姑娘，歇会儿，喝口热茶暖暖身子。苏娘子，我看了你家这几年的种法，跟我种了一辈子的地确实不一样。你那个轮种的法子是咋想出来的？地跟人一样，一直吃一样的东西会腻，轮着种不同的庄稼，地里的养料用的不偏不倚，地力就能一直保持。种了一辈子地，今儿才算懂了点门道。苏娘子，往后我也跟你学。地种下去了，剩下的就是等，等雨来，等苗长，等秋天。种地这件事急不来，也偷不了懒，跟在边关过日子其实是一样的。阿月今日做了一本新的账册，非等着你回来看呢。他做什么都上心，是好苗子。阿和，今年春天好像比去年暖和一些。今年会是个好年景。而现在这片地认识他了，村里的人日子里认识他了。边关的风还是很大，地还是不够肥沃，冬天还是很长，但只要人肯下力气，地就会给你回报。这个道理在哪里都一样。嫂子，我今天算了算，咱们家今年的春苗长势比去年还好，秋天肯定又是个大丰收。秋天咱们再好好干一季。嫂子，秋天大哥能回来帮忙吗？他信上说夏末有轮休，秋天应该能回来一趟。